你和我一起想象一下，如果你刚拿到摩托车的驾照，特别高兴的去店里买一辆摩托车，结果老板说对不起，不卖。更夸张的是，如果有人偷偷卖给你，你去举报，老板还给你钱，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老板？他说，新手骑这辆车可能会出事。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别的摩托车可以随便买，而他却要限制你买这个摩托车？这个老板叫张雪，他生产的摩托车最近在欧洲的比赛中拿了冠军，一下子火了，很多人都想买，甚至要等上2、3个月才能买到。然而，就在最赚钱的时候，他站出来说，这款摩托车只卖给驾龄超过1年的人。有人说张雪疯了，她是个傻子，有钱不挣。还有人说她这是在救命。她到底在坚持什么？今天让我们用新闻标题带你看看这背后的故事。一战封神的张雪机车，为何不允许新手购买？在3月的欧洲比赛中，一位法国车手骑着一辆中国制造的摩托车，拿下了2个冠军。这是中国摩托车第一次在这种比赛中夺冠，所以被说成一战封神。一场比赛让所有的人都记住了这辆车。但让人们更惊讶的是，这个车的设计和制造不是你想象中的天才。张雪14岁就离开学校，先是学习修车，后来拼命地想进职业车队，参加比赛。他整个人的生活只有一件事：摩托车。直到2024年，他用自己的名字做了一个品牌，叫张雪机车。听到这里，你可能一定会觉得他很享受这种成功，因为他的摩托车在比赛以后火了，很多人需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买到。但就是在卖的最好的时候，被张雪一句话拦下来。他说，驾龄不满1年的人不能买这辆车，而且他是认真的。如果有人偷偷卖，举报的人可以拿5000块钱，而卖车的这个店呢，要罚1万块钱。你想象一下，一个老板宁愿少赚钱，也要坚持这个规则，他真的是为了安全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很多想买却买不到的人开始不理解，甚至很生气。于是这件事情在网上吵了起来。我们来看第2条新闻标题：罚款我认，但真不能卖新手。张雪机车禁售新手惹争议，资深骑友，他这是真救命。买不到车的人开始不高兴了，他们直接去投诉，说张雪不能选择买车的人，我花我自己的钱，为什么还要你同意？还有人觉得这是在限制消费者的权利。这种做法
违法可以罚钱，也就是标题里提到的罚款。张雪的反应很简单，这样做不合法，你要罚我钱，好，我认，我愿意交这个罚款，但是车就是不能卖。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做？张雪说，我只希望少死点人，不卖新手，少了我10%的销售量，我的公司不会死。这话一出，很多老的骑手在网上纷纷的支持他这个做法，对新手禁售不卖，是在保护他们的生命，是在救命。因为新手骑这种摩托车实在太危险了。那问题来了，一边有我想买，我能买的权利，一边是我在为你好。那如果是你会觉得哪边对呢？网友们讨论的时候，交管局说话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3条新闻标题：公安部交管局发文支持张雪机车新手禁令，这是他给摩友们的一份安全底线。公安部交管局是一个专门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部门。简单来说，他们每天关心的就是一件事情：怎么让路上的人们更安全。这一次，他们公开站出来支持张雪的做法。标题里说的安全底线是什么意思？底线就是一条不能再后退的线。你可以追求速度，可以追求激情，可以喜欢摩托车带来的这种自由的感觉，但是安全不能让步。2026年以来，仅仅北京一个城市，几乎每周都有一个骑摩托的人死亡。他们当中很多都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张雪的选择就是在告诉他们，新手要慢一点。现在再看看这个新闻，或者说这个故事，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卖不卖的问题，而是因为权利和安全展开的一场讨论。作为一名老板，应不应该为个人的安全少挣一点钱，还是应该把权利给到买车的这个人？如果是你会怎么选？你希望一个更自由的世界，还是更安全的世界？可以在评论区分享我是Coach天。如果你喜欢用这种真实的内容读懂中文的方式，记得点赞关注。下周同一时间，让我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我们下周见，拜。Learning Chinese doesn't have to be lonely. If you want to learn through real content and keep growing with guidance, you are welcome to my reading club. More details are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